啊，应该没有，没有照相的。啊，威武威武。来，各位来看一看我上面恐龙那个骨架是什么？鲸鱼吧那个骨架，那个骨架是什么？恐龙吧？恐龙啊！不是恐龙，不是，哎，鱼龙仔细的观察一下。它是飞翔的。啊，所以说，其实我一直说，它划水的它非常的见多识广，很少有人能够一眼就看出这其实是鲸鱼的化石。为什么？因为鲸鱼它是没有什么的，没有这个东西的，腿吗？没有这个东西的，没有四肢的，对不对？所以说不是的，不是的。所以说可以想象一下，这条鲸鱼它其实已经是多少年以前的一个就是海底的生物之源了啊。所以说，各位亲爱的贵宾们，那么下面呢就是下龙湾的渔民呢，他们会扬帆起航啊，他们的一种生活状态。燕子在这里呢，也祝所有的朋友们的生活呢可以一帆风顺啊。上面这个一个呢，它是这个多少年前呢？多少年前？具体不知道，具体不知道。然后看一下正对面的那幅画，明天我们所要去到的下龙湾。然后呢，啊，看见没有？它就是看海上的一个巴斯克地形。下龙湾的标志是什么？中间的那两个小小的石头，你们看一下，它像什么？斗鸡眼，对。对的，就是斗鸡石，它是下龙湾的一个标志啊。明天你们在海上就会看见的啊，这所有的这些奇形怪状的石头都会看见的。来，各位，来这边，我们这位来这边来啊。来看看这面啊，这里是用什么做成的？不能摸。蛇皮。鱼皮吧，都不对，它是用不是的，用的是橡皮来制作成的。那么大象的皮，你们知不知道？其实它是非常非常的有药用价值的。如果说你的肠胃不好，橡皮拿来烘干之后研成粉末，吃上1个星期，大大的改善。所以说这是一面什么呢？橡皮啊，橡皮。用的马上。沉香。沉香。你是白小生，我不让你说话了啊！这是什么？沉香啊！其实你这个回答正不正确呢？正不正确呢？我认为是不正确的。为什么？因为它准确的答案叫做沉香木啊！沉香木和沉香木的区别，沉香木和沉香木不是一样东西。沉香它是具有药用价值的，沉香木它只是这个生长在热带地区的一种瑞香科的植物，而香不香啊？香，还有很香它其实没有什么香味，它只是沉香。真的有点香，这香味而还可以。它要达到沉香的话，它一定会遭受什么呢？很多自然灾害，比如雷击，比如虫咬，比如蛇咬，对。然后呢，形成上千年之后才会形成什么呢？形成沉香。大姐，你带了沉香，你觉得沉香最大的一个功效是干啥？这是沉香。什么？安神，对的，安神，一个人的情绪稳定是最重要的。所以说，沉香是一个最大的功效是什么呢？可以安神，可以稳定我们的情绪。那很多人认为说稳定情绪是什么呢？就是要生气了。其实不是的，人啊，千万不能干什么？不能去大喜，不能去大悲。为什么？不管你大喜也好，大悲也好，都会伤害到别人的。你比如说，一个人特别的生气，他立即会伤什么？伤人的什么？对的，立即会伤肝。你们看，历史上就有一个很有名的人，他就是因为太生气了，太暴怒了，活活的把自己给气死了。知不知道是谁？哎，真的有这样的一个人，我一说你们都知道了呀。周瑜呀，既生瑜，何生亮啊？对不对？是不是自己把自己给气死了嘛？他非得去比既生瑜，何生亮，然后把自己给气死了的啊。
面有小孩的，不要老是去吓唬小孩，为什么？吓唬他吓哭不是吓哭，有的一吓唬他吓得他干什么了？小便失禁，所以说他晚上就要干什么呢？他晚上就要尿床，这就是因为他恐极伤了他自身的肾啊。那如果一个人太高兴了，好不好？好不好？也不好。为啥不好？乐极生哪里？那是相不一样。乐极伤心呀，一个人的心，你们看，历史上也有一个人嘛，范进，对不对？50多岁了，好不容易干什么了？他中举了，太高兴了，跑回去还没有跑到家门口的时候，他就得了什么？失心疯嘛。对，所以说稳定情绪对于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能大喜，我们也不能够大悲。当然了，沉香它的作用，它还有很高的药用价值，这里我们就不一一的介绍了。大家跟我来，我们去看一看其他的东西。这棵树多少岁啊？这个叫做沉香木，它不是沉香。它多少岁了？多少岁？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这叫沉香木，对，它不叫沉香啊。然后沉香木是有区别的。来，大家来跟我走啊，跟我走。来这边，这边。那条船多少年了？那条船多少年了？这个船有多少年了？那就是很早以前的渔民打鱼的一艘船嘛。它这里喀斯特地形，那这水的硬度很高啊。是的呀。来，这就是其实这个地方哈，我们所参观的这个地方，它最早以前叫做什么呢？它最早以前叫做广宁煤炭博物馆，因为广宁这个地方它是产煤炭的，地底下有非常非常好的煤炭，无烟煤。对，像这种无烟煤被称之为是什么？世界上最好的无烟煤被称之为是非珍珠，它是可以达到这样的一种级别的啊。有煤炭资源的地方，一定就还有另外的一种资源，煤炭的下面一层就是宝石。所以说啊，越南这个地方，它不光盛产煤炭资源，它还盛产各种宝石啊。对的，来，走吧，我们上楼去看一下。你要买绿帽子，外面好多绿帽子卖。绿帽子是吗？越南最多绿帽子的。戴绿帽子是那个很快的东西。等一下叫人家送你一打。在中国戴男人戴绿帽子。哦。电费信号丢失。这就是下龙湾海里面的一些生物资源。那个是石斑鱼是哪种？石斑鱼应该这个吧？啥时候我们吃石斑？明天去船上，你们可以自费买点石斑来吃。带鱼呢？带鱼是哪种？带鱼往前走吧。大黄鱼、小黄鱼，这个是带鱼。啊，对，这个是魔鬼鱼。哦，就我两们说的比目鱼嘛。两只眼睛在一边。东星斑、雪斑、什么斑都有。大黄鱼、小黄鱼。你们中国人、越南人？越南。有越南人。好中国啊！中国人。来这边来。螃蟹。珊瑚。珊瑚。海星。全部是海底上面的。海星。对，海底的。就是海星。海滩几千年的。珊瑚它是那个植物资源还是动物资源？是吧？那红珊瑚是哪种？珊瑚啊，对呀、它是海。这是黑的，我要看红的。
不听话了。没事儿，喜欢听的就离我近一点。来这边来，阿哥，来看看这个是什么东西？黑珊瑚，黑珊瑚。黑珊瑚，珊瑚它是动物还是植物？动植物合体，合体。它是动物。它里面还有藻类呢。它是动物，为什么？因为它是虫字旁，啊，珊瑚的珊，珊瑚的。它动植物合体。啊，对，这就是它的一个珊瑚的一个群体累积成的。那我想问一下你们，中国有没有珊瑚？我们中国东西冲都有。我问一下你，你其实是非常见多识广的。他们都说你神叨叨的，但是我觉得你是很见多识广的。好多元。你的知识面应该是很广的。中国产不产珊瑚？中国最好的珊瑚产自于哪里？南中国海。啊？南中国海。啊。那么其实很多的人会认为中国最好的珊瑚产自于哪里？产自于台湾。南中国海。啊，对。但事实上，中国最好的珊瑚它现在存在于哪里？存在于青藏高原。肯定你们要说青藏高原，那都化石了。啊，它是一片什么呢？它是那个高原上面怎么会产珊瑚？珊瑚是在海里面的。1万年以前。那个青藏高原它是一片汪洋大海，所以说现如今中国最好的珊瑚是存在于青藏高原的石缝里面的。哦，这珊瑚这是海星海盘车吗？对。海星海盘车。16年做的。来，这个知道是什么东西吗？这个啊，砗磲。其实中国人对于砗磲的认知是非常不深的，所以说你们很厉害啊。这就是啊，这个砗磲它是经过了什么的？它是经过了变化的。砗磲它在活着的时候，它是对的。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它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贝类。那么它呈现它的肉呈现出什么颜色呢？就是五颜六色的，很好看。它活着的时候，它依附在一块特别大的礁石上面，然后一动不动，主要以吸食什么为主？它主要吸食日光和月光，所以我们说它是吸食日月之精华。所以为什么它的颜色，它的砗磲的肉的颜色是彩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好，它死了之后呢，它就掉到海里面去，经过海底的这种低温高压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所以说经过了上百年的时间，它就会石化。而经过上千年的时间，它就会成什么？你们有没有发现它很像玉？对，玉化。对，经过上千年的时间呢，它就会玉化。这个呢，就是玉化了之后的砗磲。砗磲它被称之为是国家七宝之一，它的磁场是非常的强的。定位信号丢失。一块砗磲的板面是可以改变它的。所以说，什么颜色的砗磲是最值钱的？来，你来说，什么颜色的砗磲最值钱？没研究过。黄色的金砗磲嘛，当然还有更值钱的，不容易看见，红色的叫做血砗磲啊，对。翅膀像，来，把我的翅膀给改良一下。然后这边啊，最大的一个砗磲，它是可以容纳。这是都闭壳了啊，这是很多个砗磲组成的，对，其实它就是一个巨大的贝类呀。这个它只是石化，那个已经玉化了，看见没有？因为在海里面存在的时间长短不一样，所以说它存在的一个状态，那是干什么的？它是不一样的啊。不能交互。啊，对。You beautiful, is beautiful, very beautiful. 这是象牙了，西牙。象牙啊，这个是象牙啊，象牙啊，对的。那象牙不是白色的啊，所以说各位，我就想问你们一个问题：象牙究竟是不是白色的？那么经过打磨之后呢，它是会呈现出白色的。可是如果说你家里面请了一块象牙回去，经过2年的时间、3年的时间，你发现它变黄了，那这个时候你觉得这个象牙它是真的还是假的？真的。一定只有真的象牙，它才会被氧化，呈现反黄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因为
被干什么了？它被氧化了。那么我们都知道象牙它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因为象牙它是极具凝练性的。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可否知道大象它是可以感知到自然界的一种自然灾害，包括地震要来了，要发大水了，要引发泥石流了，这些自然现象，大象它是有预知预判的一种能力的。当它感受到了危险的时候，它会快速的躲去安全的地方。各位啊，你们看，就是我们为什么有说天气预报这一说啊？气象局掌管天气预报的是什么？气象局，而那个象子是什么？就是大象。而大象它具有感知以及凝练性的是什么？就是因为它的象牙它是具有感知和凝练性的，包括大象它是可以预知自己的死亡的。当它发现它预知感受得到自己的死亡的时候，它就会干什么呢？它就会跑去象种那里等死，因为大象它是群居的一种动物，就像狗狗一样。对。那各位，我想问一下你啊，大象的开关嘛，我们说它有预知的能力，我们说它是有开关的，它的开关是它的牙齿。那我想问一下你们，人有没有开关？人有没有开关？人有没有？我告诉你们，在佛教里面，在藏传佛教里面，人他是有开关的。人的开关在哪里？在这里啊，对，我们说是天平啊，这里有一个穴位，它叫做什么？它叫做海会穴。那么人在0岁到12岁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天门它是没有完全关闭的，这个时候它还处于一种半开半合的状态。所以说为什么小孩他会啼哭，晚上莫名其妙的哭？因为他可以看到我们成年人所看不到的这些东西。当他长到12岁之后，他的这个天门就会完全的关闭，就看不见我们正常人所看得到的东西了。那如果说一个人他的天门如果没有完全的关闭的话，好不好？不好。不好啊！为什么不好？坏东西会进来。这种人其实就成了每个地方都有的一种人，叫做守村人傻子。什么？对，就是傻子。他永远走不出自己的村庄。所以说，人也好，动物也好，都有我们自己独特的开关。好，那有的朋友说，这个象牙它很短，那为什么这个象牙它很短？那给把大象的牙齿，它要具有凝练性，一定得具备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叫做什么？叫做活体曲牙，一定要是活牙，它才具有凝练性。你们觉得活体曲牙对大象它是好还是不好？好残忍啊！好残忍吗？那我来告诉你们真相。事实上，我们对大象进行活体曲牙，是对它的另外的一种保护。首先，第一，大象的牙齿它是会不断的长，长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它咀嚼东西的时候就会伤害到自己，它就无法进食。那不吃东西得饿死呀，吃东西干什么呢？又得伤害自己，就是它无法下咽，所以这个时候它会去做一件事情。做一件什么事情呢？找一块巨大的岩石，然后他冲过去，自己把自己的牙齿给撞断。那这个过程肯定是会伤害到自己的，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象牙是非常珍贵的东西啊，可以这样说，价值连城。所以有很多盗猎者都会干什么？都会去盗猎大象的牙齿，为了保证利益的最大化，也为了活体取牙，所以他们通常会连着大象的整根牙齿把它拔下来。大象的牙齿它是连接到了哪里的？连接到了它的天灵盖的。如果被盗猎者这样活生生的给它拔下来的话，会给它疼死的。所以说，为了保护大象，当它的牙齿长到了一定的
候，世界野生动物协会保护组织就会有专门的人去给它的象牙进行一种锯下来，怎么样来锯啊？各位，大象喜欢吃一种东西，除了喜欢吃香蕉之外，它还喜欢吃甘蔗。甘蔗啊，对，这个甘蔗呢，给它丢在地上放个15天，它是不是就要染红？染红了之后就是花酵，我们是肯定不能吃，那就花酵了。大象就去吃了这个染红发酵的甘蔗之后，吃的多了，它就晕乎了。好，这个时候拿一块布喝醉了，给它蒙上，喝醉了。然后呢，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去把它牙齿的2/3的地方给它干什么呢？锯下来，这样呢就不会伤害到了它了。所以说给它锯下牙齿，对，也是为了帮助它啊。一辈子都舍不得这个。对呀，不干净的东西。对，来这边来。哦，这个什么？这蜥蜴啊？这个是蜥蜴嘛？啊，蜥蜴呢，中国也有了，但是你看这边的蜥蜴多大啊！蜥蜴是人类的朋友还是人类的敌人？朋友，吃虫子。对的，它是要吃害虫的啊，它是要吃害虫的啊。然后这个就是什么呢？黑熊。这个就是黑熊，对啊，看它的熊掌啊。熊掌它是前长好还是后长好？就像猪脚一样，前脚好还是后脚好？还有前脚好。啊，前长的肉要多一点，它要抠的。那么中国取不取熊胆？中国也要取熊胆啊。那么熊胆最好的一个最大的功效是干啥？你们知道吗？明目。啊，明目以及护肝。如果说你们的视线开始变得模糊了，或者家里面小孩用电脑、用手机的时间久了，视线模糊，你给他用刮一点点粉下来，放在温水里面，把它当做什么呢？滴眼液滴在眼睛里面，眼睛就会变得非常的明目。然后的话看不出来。黑熊。对什么叫飞蚊症？老是觉得眼前有很多的蚊虫飞来飞去的。来，熊胆刮成水，放在一个热水里面，滴在眼睛里面2天，立马见效。然后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养肝肝是人体唯一不知道痛的一个器官。我们经常都说气得我心疼，气得我胃疼。没有人说把我的肝都气痛了嘛？因为如果人一旦发现自己的肝痛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说一句话，你已经干什么了？已经不远了。但是肝呢，它工作的呢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的它要排掉我们人体所有的毒素，都要从它这个器官去走一遍。所以说有条件的话，有必要对我们的肝脏来进行维护的这种大量的熊体型很小，它不像北方那种熊。就是非常巨大的，是吧？来，这个金丝猴，明天我们出海，这个地方都找不到。金丝猴，明天我们出海，我们是看得到的。金丝猴明天在我们就是出海有一个点叫做月亮湖，那你就可以看得到了对呀，买了。关键是那个地方，那个船老大，那个湖它只划一半了，能不能让它划到把这个湖整个划一圈？给他钱。明天让阿强去搞定去看一下来不来？这个是梅花鹿。其实所有的就是很多的动物的脚都是具有非常好的一个药用的价值的，包括中国有一种非常珍稀的野生的动物藏羚羊，曾经有一度它几乎就是灭绝了，为什么？就是因为它身上有2样东西太值钱了，第一个是它的脚，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它的皮毛，对，太值钱了。来这边来看一下。老虎、花老虎、孟加拉虎。要一下。哎。拍一下。
这个什么鸡、老虎，孔雀嘛，头毛混黄无误鸡。老虎，你们有没有吃过老虎肉？不敢吃。老虎肉不是不敢吃，是所有的野生动物里面，它的肉是最不好吃的，因为它非常的酸啊。但是有办法让它没有那么酸。可是啊，就是码过胃之后，去过胃之后，尿酒去码过之后，它没有那么酸，但是没有那个酸味，它变成了什么一样的味道了？跟猪肉是差不多了，就失去了它作为野生动物你要去品尝它的这样的一种稀缺性啊，老虎。但是你们知不知道，老虎如果说一头活着的老虎被打死了之后，所有的人要真正买的一定是什么？虎骨，对的。为什么？因为泡酒泡的酒，它是可以治疗风湿病的。中国人，尤其是我们四川人，我们处于盆地之内，湿气是相当重的。我们每个人都有风湿病，只是严重还是不严重。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别人跟我说别人说那个就是风湿病这种病它是治不好的，不是这种病它治不好，而是中国的药材。中药材它已经没落了。你看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尤其你们这一辈人，我们接触中药其实接触的还要少一些。你们这一代人以前你们喝的中药，买回家之后自己熬出来的汤的颜色是什么样的？黑乎乎的，看见都像醋。那现在的中药熬出来是什么颜色的？透明的，金黄色的，对不对？那个药，首先第一它不是天然的，它是种植的就不说了，有的药材它得5年6年的周期才可以使用。那药农为了追求利益，也怪不了人家坚持不了那么久啊，2年3年之后它就刮出来了。所以说为什么吃中药啊？本来它见效这些虎骨不让你入药，不让你用。对啊，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就像你们所说的一样，老虎的阳气是非常足的，足到了什么样的一种程度？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如果说用虎骨做成一个戒指，或者是戴在手上的一条手链，你拿回家去逗那个狗，那个狗闻到那个虎骨头的味道都要跑。不是。真的，这是它的阳气非常的足的所以说它为什么被称之为是百兽之王？所以说为什么包括虎骨它是可以治疗风湿病的？因为在中医里面它讲究的是什么？阴阳一定要调和。老虎属于虎骨属于极阳之物，对，风湿病它是极寒之病嘛，是吧？来，走。大哥，我们会不会有那个河类啊？河类，这个行程里面没有，河类越走越累。来，我们这边来。没有河类的，我们没有，还有什么都在一起的，你对它好油吗？结束了。这个也蛮大。太热了，外面。那个，往前换的比较脚去拿的。穿的，他到处穿的。
北的。这个叫做什么？棺材，啊？水葬的棺材。水葬吗？哎呦，是。水葬是什么样的？水葬是不需要棺材的啊。水葬是把人肢解了之后，把尸体的残骸通通都丢进水里面，让那些鱼呀、虾呀分食。这个是贵族的一种丧葬方式，它叫做牙棺。啊，就是要用一整棵的树，一定是有钱人的家里面才能够用一整棵的树。然后呢，人死后把它装在里面，然后这个棺材放在哪里？放在悬崖峭壁上面。你们想一下，如果要把这个棺材给放在悬崖峭壁上面，那得花费多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所以说这里面的这个景，它一定是非常非常金贵，对，非常有钱的。其实它这种丧葬方式也相当于是我们中国的藏族的一种传统的丧葬方式，捐葬。当自己的灵魂结婚了捐上去，它也是彰显一种身份，对对，然后让他的灵魂比天更近一点。他们的这种丧葬方式的一种传统的意义是这样的。升官发财。其实真的，尤其是香港，他们是非常非常的讲究啊，升官发财、见官发财的。但是规定的什么多多少少有一点机会。那其实呢，像有一些越南的地方，他们流行的一种他们传统的一种丧葬方式是什么呢？是土葬。中国人现在说是土葬，但是越南人他们现在是土葬，因为他们是这样的。我们以前提到过，人炸了之后，停冰3天，然后把它埋下去，休息就 OK 了，对不对？他们不是这样的，人炸了之后停冰3天，然后挖了坟土里给它埋下去3年之后，还要把棺材给它挖开、打开，把里面剩的残骸，所有的把他的这些骨头全部拿出来，然后干干净净的，重新再干什么？重新再把它埋进去。是的，也是棺椁，重新的给它一种丧葬的一种习俗，就是叫做什么呢？它会去第二次土葬啊。坐一下，坐一下，直接坐一下。等一下啊，搞一下。还有，其实我们那个，就是说拿那个实际的东西，也是没有帮他，重新给它捡起来，我那个陶瓷啊，哎呀，他这一说，这两广跟越南钱那可以看得出来，通过这些可以看得出来，以前在越南这个地方，汉字仍然是汉字没有对，但是汉字只是在胡志明他统一了，就是南北之后，为了方便于他的一种统一管理，才把这个汉字干什么呢？彻底的给它废除掉，然后创立了他们自己的语言，叫做越南语。然后越南语呢，它主要是由拉丁文加音调组合而成。以前胡志明为了便于他国家的一种统一管理，彻底的废除了汉字。但是你们知不知道，到现如今为止，越南的小学生从读1年级开始，他就要干什么？他就要开始学习汉字了。现在啊，对呀、作为他们的第二国语，他们不光在1年级的时候要学英语，同时他们还得学习汉语，已经成为了他们的第二主体。对，你说以前把它废除了，现在又要把它捡起来。这个世界就是中国的。
心里面都觉得中国爸爸不能得罪。这边呢就是他们的但是你一个大领导叫你不要跟他走得近，就像你公司里，你直接上司让你不要干啥，但是老板说不要听他的，他们也有捣药的，你怎么办？药罐子啊，不管他了。中医的。就是比如你在公司里，直接上司跟老板的意思不一样。是。哎呀，母亲呢？这个是中国传过来的嘛？他们改进了。这有一中国什么北方的什么这乐器很多都是中国传的。编钟。像这种乐器。越顺的，越学上去。刀剑。讲啊，刚才我给你们讲了，越南8大怪的
其中一贯，人人都把浴帽戴。现在再来给你们讲第二贯。越南的人呢，人人都喜欢把拖鞋来踹，就脚上都喜欢穿拖鞋。那各位在中国开车，你会不会让你们穿拖鞋？法律允不允许你们啊？肯定是不允许你穿拖鞋的。而且我们觉得穿拖鞋出门一定是干什么呢？不正式的一种情况。你去参加婚礼也好，去参加葬礼也好，参加生日宴会也好，或者哪家请客让你去参加赴个家宴也好，如果你穿拖鞋去，别人会说什么呢？你不尊重别人，对不对？但是在越南这个国家，人人都喜欢穿拖鞋，哪怕婚丧嫁礼的时候穿个拖鞋去，别人也让你会而且人家越南还有这样的一个它叫做什么呢？一双拖鞋传三代，人世间为什么？因为越南的橡胶钱是非常的丰富的，他们的橡胶拖鞋胶质量是非常好，但是非常的丑啊，长得不好看。它只是结实，比较实用啊，很软碎。你如果要讲美观，那不行。我以前上船出海的那天，我就要这打飞机的吧，高射机效。现在公司让我们不能穿拖鞋了。你们可以公司规定我们工作人员不许穿拖鞋的。公司要规定我们穿的正式一点，穿公共鞋。没看啊。现在去上楼。三楼呢，就是它的煤炭资源以及他们的服饰，我就不上去给你们介绍了。你们要想上去参观的，你们就上去参观一下；不想上去参观的，就下楼。上面就是它的煤炭资源以及它的民族服饰啊。想去参观的上去看一下。什么东西？上面就是它的煤炭资源以及他们的民族服饰，你们想去参观的就上去看一下，不想看的我们就下楼。上去嘛，我在下面等你们啊，给你们15分钟的时间，我在下面等你们来了。好严谨。到此一游。到此一游。挨个来了。这里面是什么？挖煤机，挖煤机械。就是这个情况。结婚呢？这是结婚吗？我的结婚吗？结婚。我的。你不要再找我了，我不会再见你。不去了。
那为什么不跟他在一起？跟你很多是一个人。你调子起这么高，你调子起这么高，我们公司两个人没有在一起。你调子起太高了。小强，这是什么时代的？有没有什么好看的？小强，帮我解释一下，那个姐姐呢？这是哪个年代的？小强，这是写的什么那个？46年。1946年3号啊，3月24号。他们在干啥？他们在哪呢？他们在哪呢？他们已经下去了。那个他说让我们自行参观，自行参观，那就是你带着我参观了。那咱们边走，我正好给问一下你，这是现代的衣服吗？这是奥黛吗？啊，好，咱们快点。他说给我们15分钟。你家有风车吗？这叫杨飞的设计，这个设计啊，以前有，我们家也有。这是纺布纺纱。这边。咦，这是煤。这是煤矿。那进去你们看一下。发电机，来转一圈。说。定位成功。里面太深了就不进了，咱出了吧。太深了，里面太深了。这里面太深了，走进去容易迷路。你们这些煤出口到大陆吗？没有。你们这都自己用了？只有刚才那个坐电梯的那个。我说你们这些煤炭都自己用了吗？越南人就自己用了。是的。你们是早市，早上卖菜的。有个一家人在吃饭，这是早市，早上卖菜的。这是姜豆市场。继续连到各连到各水稻了。这是大蒜，可以收获气息。这是结婚吗？不是，这个是属于那种那个少数民族。好，这边。这是扩音器喇叭。就是喊话的。发声音的。这是煤矿从这出来，跟钢铁连在一起的。这是煤矿通风，这通风井。
在通红的地方。刚才就从这出来了。哪里去了？这个还是挖模的发的通红机。这些都是挖煤的机械。这是什么？煤矿。这是你，就是拿煤矿的那个地方从上面看到下面。14。好，结束了。